欢迎大家来到由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的《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》第2季的第4赛段，欢迎各位。我们第4赛段呢叫临门一嘴赛，目前呢已经有2个3人小组和1个4人小组比完了，有3位晋级到半决赛啊，这3位是季业，还有智胜，还有王小利，恭喜3位啊！还有一些朋友在待定区，还有一些朋友等待出战。但是在今天呢，我们确实要请一位好久没上台的老朋友给我们开个场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他一直在忙自己的线下的巡演，让我们欢迎这位喜欢坐在角落的人。掌声有请海源。大家好，我是梁海源。很开心啊，来给大家开场啊。说是开心，其实很紧张，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站上过脱口秀节目的舞台了。我上一次在脱口秀节目的舞台还是3年前的脱口秀大会第5季。我当时在舞台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“再见，脱口秀大会”。说完脱口秀大会这个节目就真的再见了，一语成谶啊！我自己都有点害怕，我觉得自己特别像那种得不到就毁掉的变态。但这次不是比赛，只是开场，压力就小了很多。开场嘛，说不好我可以说我又不是来比赛的，说好了我可以说我也就是没来比赛，便宜他们了。实际上，如果演员1年只用讲5分钟段子的话，是很容易保持水平的。这2年，我们整个行业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了，什么赛道都有人，什么人都有赛道。我说我已经不比赛了，我应该没有赛道了吧？他们说你是那个输不起那个赛道的，你那个赛道除了你还有张博洋。但其实我是总编剧那个赛道的，今年我也是节目的总编剧之一。就图你们这个。我今天没有参加比赛，但是我问过很多选手啊，怎么样才可以赢得比赛？他们的答案也是五花八门。赢的人说只需要努力，输的人说只需要运气。我觉得他们的答案都有点片面，努力和运气都只是比赛的一部分。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编剧团队的智慧、才华和无私奉献的精神。这句话是我们编剧团队一致要求我加上去的。其实都说每年的比赛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高考，我其实很佩服大家，年年都来参加高考，年年都来争大王，对吧？有的人拿了大王还要再来争大王。原来对于学霸来说啊，最大的乐趣不是考上清华，而是反复考上清华的过程。我觉得大家目光其实可以放得更长远一点，不要老盯着大王，对吧？领校员也可以争啊，大王只有1个，领校员有4个。而且我帮大家研究过了，领校员需要4个品质啊：专业、热爱、幽默、高情商。有1个可以提名，有2个可以入选，有3个可以常驻，4个都有的话那就厉害了，你还可以去卖牛脆脆。领校员不喜欢的话，主持人也可以争啊，说不定大家喜欢一些更瘦一点的主持人呢。其实说实话，我也喜欢比赛，我只是不擅长而已。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之一，就是你喜欢的和擅长的不是同一件事情。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痛苦的，比如说我们最近就有一个脱口秀演员，虽然他是脱口秀演员，可是他最喜欢的是说唱。他也以为自己很擅长说唱，还非要去参加一个说唱节目，不到1分钟就被人淘汰了。这个事情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，你知道吗？
因为往年啊都是我们脱口秀演员嘲讽人家说唱歌手，今年脱口秀演员送上门去被人嘲讽了，我们能怪他吗？不能，对吧？他太喜欢了，甚至连他的名字我都不好意思在这个段子里面透露。反正大家听完就哈哈一笑吧。委屈了，委屈了。所以喜欢不一定擅长，擅长也不一定喜欢，都很常见，对吧？我也不例外，因为今年是我在现在这家爱喝酒的喜剧公司第10年了。10年我一直在这家公司做编剧啊，我很擅长做编剧，可是我不喜欢做编剧，因为当年这家公司的老板找到我的时候，他当时跟我说的是，我觉得你特别有脱口秀的天赋，你愿不愿意跟我来上海做明星？当时整个行业只有王自健一个明星，李诞都还不是明星呢。面对这个令人心动的 offer， 我完全没有想到他有可能在诈骗。我脑子里面只有一句话：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。我肯定是个千里马了，但我得给伯乐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呀。现在10年过去了，我没有成为明星，啊，我用了10年的时间接受了这个现实，他不是真正的伯乐。我有可能还是千里马，对吧？我以前心态不好的时候，我还会 PUA 自己，我会跟自己说，我不是什么千里马，我离千里马还差4码，我只是个996码。但这2年呢，我不 PUA 自己了。我觉得就算我不是千里马，你也不是什么伯乐，对吧？我们可能只是阿凡提和小毛驴。当然，阿凡提也有很成功的时候啊，因为我们节目这么多年，还是跑出过很多千里马，对吧？他们非常优秀，非常厉害，对吧？有多优秀呢？有一些非常的勇猛，他们会在两军交战的时候，他们会一骑绝尘，冲向对方的阵营，加入他们。而小毛驴呢，每年总是被安排去做编剧，所以成了总编剧。甚至有人说我只适合做编剧，不适合做演员。但是没比赛这几年呢，我做了一个专场叫《坐在角落的人》，不羞愧的说，还算挺成功的。然后巡演了2年，现在已经上线腾讯视频了。我觉得我已经找到自己喜欢也算擅长的事情了，哎呀，我特别开心。所以朋友们，不要听你们老板的，不要听他说你适合做什么，不适合做什么，你们听我的。你适合现在打开腾讯视频，观看梁海源的专场《坐在角落的人》。这句话是对屏幕前的人说的。有人问专场是什么？专场是1个小时，没有 PK， 没有点评，没有后采，也没有广告，只有脱口秀的脱口秀。这里没有说有这些是不好的意思。如果你在看专场的同时啊，你还能打开美团点闪购。给自己点一些饮料、零食、冰啤酒，只要30分钟，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坐在角落的人。然后还有一些特别好的观众，他看完这个专场会过来跟我说：“海源，谢谢你，现在欠你一张演出票。”我很感动啊，因为上一次听到这样的话，还是欠星爷一张电影票呢。星爷可能不在乎。但我是真的想跟你们要啊，因为下一个专场我已经快写好了。不比赛就是写得快呀。目前的进度已经是99%了，名字也起好了，大概会叫坐在角落的小毛驴。具体的演出信息到时候会发在我的小某书和我的短视频账号上。额外提醒一下。这个进度99%，采用的是拼夕夕的算法。最后想跟大家说，不要想着寻找和依赖什么伯乐，人真正的伯乐只有自己。谢谢大家。谢谢海源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开场表演。海源好久没在这个舞台上讲了。感觉很开心很开心，除了腿有点抖，其他没有问题。
你不可能在这个台上还紧张吧？我紧张，因为我很久没有站上脱口秀节目的舞台了，就是剧场的舞台，我会很熟悉。大老师看过他的专场吗？当然，那个视频刚上我就看了，特别喜欢。我中间还跟海洋老师说，我中间特别喜欢那其中几个梗，跟老师说来的。您那个新专场，我们什么时候能亲历一下啊？我希望是能安排在第4季度吧。哦，Q4流行语来。你玩啊，对自个儿都很厉害，叫 Q4啊。行嘞，那咱们一定要去啊！罗老师看过他的专场？去线下看过，然后网上的版本5刷左右吧，大概是。谢谢。因为每次听都能学到新东西。谢谢。他刚刚说他在公司10年，所以10年之后应该离开这家公司是吧？为什么可以待10年？因为跑得慢。那比如说现在跟公司的前同事们，跟前同事我们也都是好朋友。我觉得我们大家有很多年的记忆，就是大家不管状态怎么样，在哪里，其实还是有很多联系的。我在公司也有很多好朋友，在外面也有很多好朋友。其实我们个人关系就是很好的朋友，这是实话。我去线下看了他那个坐在角落的人，他应该是我在线下看的第一个咱们国内脱口秀演员的专场，非常的震撼，而且那是在一段比较特殊的时期去看的，所以当时觉得非常的过瘾啊。然后讲到都在讲去原公司多长时间，我离开原公司的时候已经在原公司待了25年还是26年，我忘了。我是个做事比较特别长情，就一直我觉得还挺舒服，就一直待。我97年入职啊。所以我已经28年了。28年，那个学校得多受罪啊！行了，我们再次把感谢的掌声送给海源。好嘞，谢谢。请海源移步编剧学。